这场斗争的主动权始终在以色列手里，伊朗不应该被带节奏。以色列袭击伊朗驻外机构，它是评估了伊朗报复手段和力度之后精心谋划的结果，不是技术失误的误炸。现在呢，伊朗方面用轰轰烈烈的方式做出了回应，那么接下来以色列的反应其实很重要。这里面最大的风险在于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以色列有手段，而且呢，他之前也这样做过。当年的巴比伦作战行动，他用 F-16 战斗机投放普通航空炸弹的方法，搞掉了伊拉克的核反应堆。现在他手里可是有了更先进的 F-35隐身战斗机，有了威力更大的精确制导航空炸弹。那么他对伊朗这几个核设施实施隐身突防，就可以一劳永逸解决他所谓的原子弹的安全威胁，并且呢，他也会借着这个效果一劳永逸解决加沙问题。如果这样的话，那伊朗方面也势必会做出更为强硬的一个回应。以色列是据说手里有原子弹的，伊朗方面会不会借这个机会使用中程弹道导弹这些打击手段搞掉以色列的核武器呢？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的核武器到目前为止也只是一个传说，这个呢需要伊朗方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情报能力，才可以精准的定位这些原子弹到底藏在哪里。但是伊朗不一样，伊朗自己的核设施从离心机到浓缩铀到反应堆都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掌控之下，相当于是全面公开的状态。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呢，以色列打击的难度更要小一些。但是双方在核领域的斗争还真的是一种可能存在的选项。如果游戏进入到这个层面，那么中东地区就会天下大乱。我们这里面必须要看到这个风险是客观存在的。